想申请交换吗？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要准备什么文件，面试会被问什么问题，还是要申请教育部的学海奖学金？那今天这支影片会一次帮你搞懂交换申请的所有眉眉角角，让你可以顺利出国。当初我也是面试了2次，那第1年虽然上了，但是因为疫情太严重，所以决定不出国。第2年的时候呢，我申请到了学海奖学金，然后也让我去到我想去的国家瑞典交换。这次分享主要会以东海大学交换生的 program 为例子来分享，那每个学校的申请流程应该都是大同小异，记得去关注自己学校国际处的资讯，才不会错过重要的日期哦。基本上只要你是在校学生，而且已经修满1学期之后，你就可以申请交换。要注意的是，学校从2025的秋季开始，正在交换中的学生就不能再申请下一轮的交换。我们要准备的文件有面试申请表、中英文历年成绩单、你的名次证明书跟语言证明。学校英文检定只接受托福跟雅思，多益是不够的哦。日文、韩文检定也是可以拿来做审查用的。记得你的语言成绩一定要符合姐妹校的要求，不然就算你申请通过了，还是可能会被姐妹校退回。那最后就是记得要去出纳组缴500块的报名费，这样才算完成申请。至于读书计划和自传呢，学校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写一份，因为不管你要去哪一国交换，在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移民局通常都会要你上传一篇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申请的文章。文件准备好之后呢，学校会怎么处理你的成绩？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学期总成绩会占40%，所以天天水课这个时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各位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选课策略。再来的40%呢是你的面试成绩，这边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学习成绩没有很好的话，练习怎么说话、怎么表达，这样你才可以在面试的部分拿到比较高的成绩。还有20% 呢，10% 会是你的语言成绩。学校有一个表格，哪一个项目你可以得最高分，那你就缴交那个项目。另外10% 呢，就是你的劳作成绩，扫地的部分，请你大一好好的扫地，不要跟我一样，就是只有及格就好。出来的总分，学校会把它整理成排名。那选学校的方式就跟繁星私榜一样，你的排名靠前，那你就先选。如果前面的人刚好选走你要的，那你就只能选其他学校了。面试的时候呢，是团体面试，5到6个人一组，会有3个面试官是来自不同系的教授。那要准备的有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自我介绍，至少要30秒。第二个呢是1分钟的讨论题回答。这个题库我会放在下面，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看看。第3个就会是讨论题，老师会根据你想去的国家跟学校，针对你问问题。你可以去 Google 先去准备说你想去的那个学校或那个地区或国家有什么特殊的节日活动，你想要去体验，或者是食物你想要去尝试都可以。我参加过2次面试，我知道流程会是怎样，所以我其实不太紧张。在面试之前，你会先被带到一个小的会议室，跟你同组的人都会在那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棒的时机，可以去探测敌情，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抢同一个学校，顺便也交朋友。因为呢，我很早就到了，所以我就跟前一组聊天。那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想去日本，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是朋友，比较少人跟我一样想去欧美地区这样子。我被问到的问题是，出国前一天晚上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是在国外生病，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医疗系统是世界第一的嘛，只要在国外生病，一定没有办法像台湾一样方便跟快速的就医。所以除了先准备常备药品，像止痛药跟退烧药之外呢，也要先准备好你的海外医疗保险，这样如果真的有什么紧急状况发生，你才可以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尽速就医。回答问题的小技巧就是说明事情之后呢，加上你的可能的解决方法，让教授可以了解到说你已经思考过，而且也准备好要出国了。那我们那组很有趣，就是有同学想要去中国交换，教授也很有趣，就问他说，如果遇到当地学生歧视的话，你会怎么做？那位同学也是很会回答，他就说，第一就是赶快转移话题，第二你就是用原则性来回答问题，一层一层去说我们的历史发展是怎么样。毕竟如果没有说好的话，你的交换生活可能就不太好玩了，对不对？其他问题像是你会如何融入当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或是在国外修不到相关的课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放榜选学校呢，就像前面提到的，排名靠前的先选，所以如果不幸运的前面同学把你要的学校选走了，那你就只能选其他的。所以去私榜之前呢，建议你先准备3个学校，你才不会遇到完蛋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明年再来，那就看你的决定。我们那年申请最热门的就是日本，欧美区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我记得我是第14个选的，那前面有10个都是选要去日本交换。
确定你的交换学校之后，就记得要去出纳组缴1万块的保证金。这笔金额呢，在交换结束之后上传你的3000字心得报告，学校就会把那笔金额还给你。那当然，如果你不想写报告的话呢，你也可以花1万块去买这个权利，但基本上不会有人这么做，因为半年你会收获很多经验，体验很多有好有坏有趣的故事。还有一点，出国一定要修1门课回来抵免。如果你还有必修的话，那建议你在选学校的时候看有没有相对应的科系和课程。出国前也先和教授询问是不是可以抵修，因为国外有很多科系跟我们不太一样，加上如果你去欧洲的话，学分系统的计算也跟我们的系统不同。大部分台湾的大学会把欧洲学分 ECTS 除以2来计算，但如果是台湾的学分要转换过去的话，你要大概乘以1.4会是他们的学分数，要不然就是跟我一样把毕业学分修完之后再出国。那在选学校跟课程上就有比较高的弹性。先说学费部分，就是缴交台湾的注册费就可以了，不需要缴交国外学校的学费。奖学金的部分呢，学海的系统是教育部会给每间学校一笔资金，会根据每年的预算不同，所以每年学校给的奖学金跟名额也会不固定。基本上就是以综合排名去筛选，成绩跟面试都很重要。如果是去东南亚地区交换的话，也有一个新南向奖学金的部分可以去关注和了解。我很幸运的有拿到学海飞扬快10万块的奖学金，那 cover 了我在瑞典半年的房租。没申请到奖学金也不要气馁，我听朋友说日本有提供一些奖学金是给国际学生的，所以也可以去关注了解当地学校有没有提供。学校端完成申请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和各国的移民局打交道，申请学生签证。这里开始很看你的个人运气跟人品的，加上你要去的国家和台湾的关系如何，决定了你拿到签证的难易度。因为台湾没有瑞典大使馆，所以我们差点要跑去曼谷的瑞典大使馆过护照。对，顾名思义就是去给政府官员看护照跟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才可以入境瑞典当地拿居留证。我必须说，我和我朋友非常幸运，遇到大使馆来台湾办快闪站，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在想，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写 email 去联络那边的大使馆，所以他们提供了这个服务。建议大家也就是如果有问题，可以先写信给各国的移民局，看他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你的问题。接下来部分就是住宿。瑞典的住宿申请是集点制度，国际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可以集点，但因为我们是校级交换，加上前几年学长姐都有反映住宿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很顺利的就是 smoothly 的申请到了我们的住宿。如果想要知道瑞典住宿是怎么申请的话，我会放在其他影片再说。机票的话就要看你要去的国家跟台湾有没有直达的航线，那像台湾就没有飞北欧的直达，所以必须要在英国转机或是荷兰转机。星空联盟之间，如果你的机票是一起买，那行李可以直挂，不用担心你的行李会不见。小建议的话，就是可以早点买机票，这样通常价格都会比较低。再来就是长途飞机呢，我建议你坐走道，这样子你行动比较方便。好，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想要申请交换呢，你要先确定自己符合资格，准备相关的文件，签证、机票跟住宿处理完之后呢，也接近出发的日期啦。其实，在东海整个交换申请的过程不难，比起一些国立学校，你只要把英文考试考完之后呢，后面的准备相对简单。会出国大多都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但你一定是最认真的那一个，因为你要处理很多的文件，非常的繁杂，常常会处在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可能是你的签证什么时候会下来不知道，你的住宿什么时候会确定也不知道，再来就是你能不能订到符合当地时间的机票你也不知道。一路上就是一直培养自己问题解决的能力。关关难过关关过，很感谢大一大二的我自己每个学期都修到24、25学分，才能让我在最后一年修完辅系也修完毕业学分再出国，当作是给自己一个长假。也很感谢爸妈的支持，让我可以出国看世界，因为我大学也没有搬出去住。这趟旅程让我完全脱壳，也跳脱了原本的思考模式，缓慢的长出我在台湾没有学过的能力。虽然读书、喝酒、旅游一样都没有少，但脑袋悄悄的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们，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出去看看，打工度假、游学也没关系。在不同语言区跟文化区生活，遇到不同的人，会激发你不同的想象，也有可能会推翻你原本的认知，让你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花期，不需要和别人去对答案，因为在台湾多多少少很容易会掉入一个互相比较，然后再自我伤害的一个状况中。希望看到这边的大家都能顺利出国，拥抱未知，创造精彩的故事啦。然后嘞，如果你也想申请交换，留言告诉我你想去的目标国家跟学校，之后会有更多交换生活影片分享，记得订阅。And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bye.